同学们，你们好。前面我们学习了双糖、多糖的酶促降解，其降解的最终产物为葡萄糖或者果糖等单糖分子。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单糖分子葡萄糖的降解过程。请同学们注意参与生化反应的底物、产物、酶以及反应过程的能量变化，每一步反应的关键部位集团的变化。我们先了解生物体内的糖类物质。糖是多羟基醛或多羟基酮，它分为单糖、寡糖、多糖和结合糖4类。单糖是最简单的，不能被水解成更小的糖单位。自然界中单糖多为全糖，其中己糖最普遍、最重要，戊糖次之。根据单糖中碳原子的数目分为丙糖、丁糖、戊糖、己糖等等，根据其结构特点又分为全糖和同糖。我们首先了解单糖葡萄糖分子的降解过程。首先，什么是糖降解？糖降解是指葡萄糖在酶的作用下，在细胞质中经过一系列脱氢氧化分解，生成丙酮酸的过程。有氧化分解而没有氧气参与，故称之为降解。对于生化反应历程的定义，我们需要指出反应的部位、底物、产物、酶、反应的实质等等信息。例如，糖降解是在细胞质中，在酶的作用下，葡萄糖脱氢氧化生成丙酮酸的过程，没有氧气的参与。由于这3位科学家在研究糖降解途径中做出了重大贡献，糖降解也称之为 EMP 途径。糖降解的生化历程可以分为己糖的磷酸化、磷酸己糖的裂解和丙酮酸的生成3个阶段，共10步反应组成。首先，第一阶段，己糖的磷酸化。第一步反应，葡萄糖的磷酸化，在己糖激酶的作用下消耗 ATP， 使葡萄糖的第6位碳被磷酸化成6磷酸葡萄糖。这是一个耗能反应，需要激酶 kinase 参与。活化了的葡萄糖有利于继续参与代谢反应，并使葡萄糖分子不再溢出细胞。同学们注意图中糖环结构及原子定位。第二步反应，6磷酸葡萄糖的异构化，由磷酸己糖异构酶催化6磷酸葡萄糖转变为6磷酸果糖。同学们注意糖环上的原子编号，6元环变为5元环。6磷酸果糖继续磷酸化，磷酸果糖激酶催化6磷酸果糖碳一位上的磷酸化，生成162磷酸果糖。磷酸根由 ATP 提供，是一个耗能反应，由激酶催化。产物162磷酸果糖，碳一位、碳6位各有一个磷酸集团。磷酸果糖激酶及 PFK 催化的反应是不可逆的反应，它是糖降解过程的限速酶。限速酶是指系列反应速度由其控制，限速酶的反应速度决定着整个系列的反应速度。磷酸果糖激酶也是变构酶，柠檬酸、ATP 等是它的变构抑制剂， ADP、AMP、磷酸、162磷酸果糖等等是它的变构激活剂。不同因素对于酶促反应的影响，我们通常从3个方面来考虑。首先，底物激活，产物抑制，最后能量调节。例如162磷酸果糖是糖降解的底物之一，所以对磷酸果糖激酶有变构激活作用。ATP 是糖降解产物之一，所以对于磷酸果糖激酶具有变构抑制作用。能量调节体现在糖降解会产生 ATP， 所以细胞内有大量的能量存在时会抑制糖降解过程，使糖降解进行缓慢。糖降解的第2个阶段，磷酸己糖的裂解，蜷缩酶催化162磷酸果糖裂解，生成3磷酸甘油醛和磷酸2羟丙酮及1分子的6碳化合物
裂解为两分子的三碳化合物，裂解位置发生在碳3、碳4位原子之间，碳1、2、3位形成产物三磷酸甘油醛，碳4、5、6位生成产物磷酸二羟丙酮。上一步反应生成的两分子三碳化合物，两分子三碳化合物发生异构化反应，在磷酸丙糖异构酶的催化下，磷酸二羟丙酮转变成三磷酸甘油醛，至此一分子的葡萄糖生成两分子的三磷酸甘油醛，通过2次由激酶催化的磷酸化作用，消耗了2个分子的 ATP。 糖酵解的第3阶段，丙酮酸的生成阶段，己糖的裂解产物三磷酸甘油醛继续氧化，由脱氢酶催化，三磷酸甘油醛氧化脱氢并磷酸化，生成含有1个高能磷酸键的1,3,2磷酸甘油酸，脱下的氢传递给氧化型的 NAD 正，生成还原型的 NADH。 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的活性中心含有半胱氨酸，碘乙酸可以与球基反应，强烈的抑制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的活性。1,3,2磷酸甘油酸由磷酸甘油酸激酶催化，生成三磷酸甘油酸，同时其碳1位上的高能磷酸根转移给 ADP， 生成 ATP。 这是糖酵解过程的第1次底物水平磷酸化反应，也是由激酶催化的。底物水平磷酸化的定义，在底物氧化过程中，底物分子中的高能磷酸集团直接转移给 ADP， 偶联生成 ATP 的反应，我们称之为底物水平磷酸化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底物水平磷酸化需要2个要素，首先要有高能底物，其次要生成 ATP。 磷酸甘油酸变位酶催化三磷酸甘油酸碳3位上的磷酸基团转移到碳2位上，生成二磷酸甘油酸。二磷酸甘油酸由烯醇化酶催化脱水，同时能量重新分配，生成含有高能磷酸键的磷酸烯醇式丙酮酸，缩写符为 PEP。 碳2位脱氢，碳3位脱羟，生成1分子水，并形成碳-双键稀释结构。这2个反应需要镁离子、锰离子等存在，由于氟离子能够与镁离子形成络合物，并结合在烯醇化酶上，从而起到抑制了烯醇化酶活性的作用。磷酸烯醇式丙酮酸在丙酮酸激酶的作用下， PEP 上的高能磷酸集团转移给 ADP， 生成 ATP， 发生第2次底物水平磷酸化。本图包含糖酵解的3个阶段10步反应，同学们注意底物变化过程，尤其是关键部位基团的变化。黄色方框代表该化合物中含有高能键，其中1、3、7、10步反应均由激酶催化，而且反应方程里均有 ATP 出现，这也是由激酶催化反应的基本特征。同时 ASE 为某某酶的后缀，例如 isomerase 异构酶、mutase 变位酶等等。10步反应中，1、3步为耗能反应，7、10步为放能反应。1分子葡萄糖经过酵解过程，生成2分子丙酮酸及2分子的 ATP， 2个 NADH 及2分子的水。糖酵解的生物学意义，首先，糖酵解是糖在有氧及无氧条件下的共同氧化途径，同时酵解是有机物在无氧条件下获得能量的一种适应方式，例如酵母菌的发酵过程。EMP 的一些中间产物可以作为合成其他生命物质的重要原料，例如合成核酸、蛋白、脂肪等等物质的原料。糖酵解在糖与非糖物质的相互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，例如由丙酮酸可以异生为葡萄糖。在细胞质中的糖酵解过程概略图，1分子的葡萄糖生成2分子的丙酮酸、2分子的 ATP、2分子的 NADH。
同学们，本讲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